林婉儿只是公司里一名普通的实习生，却因为一次醉酒，被权势滔天的冷面总裁陆廷琛带回了家。原本他以为这不过是场意外，可没想到，从那一夜开始，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陆廷琛看似冷漠无情，却对他格外温柔，不仅安排他住进高级公寓，还让他升职做他的私人助理。他沉沦在他的深情中，直到那道让他心碎的2条红线，她怀孕了。林婉儿忐忑不安地告诉陆廷琛怀孕的消息，却意外收获了他的拥抱与承诺。他说，这个孩子是我命中注定的礼物。他以为这就是幸福的开始，却不知道噩梦正悄然降临。陆家上层并不认可这个平民女孩，而陆廷琛的青梅竹马，现任未婚妻林曼妮更是将她视为眼中钉。在孩子还未出生前，一场精心策划的车祸差点夺走她与胎儿的命。孩子出生后，林婉儿却等来了陆廷琛冷漠的面孔。婉儿，是你对不起我，我已经知道了你背后勾结商业对手的真相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是林曼妮设计了一场局，将他栽赃陷害，而陆廷琛在毫无查证的情况下就信了别人。林婉儿心碎离开，带着孩子踏上了逃亡的旅程。5年里，林婉儿隐姓埋名，从不敢露出真面目。她靠着做代购、写稿、摆摊，辛苦抚养儿子小暖长大。她从未向儿子提起父亲的名字，只告诉他，妈妈就是你的全世界。可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她都会忍不住抱着儿子偷偷落泪。她恨陆廷琛，却更恨自己当初的轻信与软弱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小暖在学校参加绘画比赛，被媒体报道上了电视新闻，而这一幕正好被陆廷琛看见。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和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小男孩。多年未见的记忆翻涌而来，他开始疯狂调查林婉儿的下落。当他终于在小镇上见到林婉儿时，她早已不是当年的柔弱女孩，而是满眼戒备的母亲。陆廷琛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爱我？林婉儿站在他面前，神情冰冷，眼底却翻滚着压抑多年的愤怒与委屈。5年，她带着孩子东躲西藏，忍辱负重，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为了钱接近总裁的狐狸精，可谁又知道她为保护孩子付出了多少？陆廷琛此刻的内心如遭雷击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被背叛的受害者。可当他看到林婉儿脸上的那一道疤痕，以及她那苍白却依然挺直的脊梁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看错了一切。他不顾一切地展开调查，很快便发现了林曼妮的善后邮件、公司项目数据的伪造痕迹，以及那个伪装成林婉儿助理的卧底。一切都指向一个惊人的真相，林婉儿根本无辜。而此时的林曼妮仍在高傲地享受着豪门未婚妻的光环，却没想到自己布下的网终于出现裂痕。他没料到陆廷琛居然还会回头去查，他更没想到林婉儿居然能逃出当年的车祸并平安生产。林婉儿望着陆廷琛递来的调查报告，眼神复杂。他曾经无数次想象过，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，他会不会也后悔得痛不欲生。可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。他曾深爱过他，但也痛恨过他，如今的自己早已不是那个依附他而活的小女人。她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坚强的孩子，更有了重新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。真相如果晚了5年，它还有意义吗？林婉儿轻声问道。这句话如同一柄利刃，刺入陆廷琛的心。他无言以对，只能低声哑哑地道出，婉儿，我这5年都活在悔恨中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用余生还你。林婉儿没想到小暖会偷偷写信给圣诞老人，信的内容很简单，却让她泪如泉涌。圣诞老人，我不要玩具，只想每天都有爸爸接我放学，妈妈给我讲故事，一家人吃饭。你能让爸爸妈妈和好吗？这封信被陆廷琛看到后，像是一记响亮的巴掌打在了他自责的脸上。他才发现，原来那个小男孩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日子里，是靠幻想来支撑成长的。他发誓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亲自来接小暖，
陪他踢球，带他参加比赛，帮他准备科学展的模型。陆廷琛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裁，而是一个蹲下来认真绑鞋带，在树荫下默默守护的普通父亲。而林婉儿看着这一切，内心早已泛起波澜。她从没想过有朝一日陆廷琛会放下姿态，真心融入他们的生活。她开始学做饭，哪怕切个菜都手忙脚乱。她学讲故事，声音生硬，却努力模仿各种角色。小暖的笑容逐渐多了，而她也开始害怕自己再次沦陷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小暖发烧，林婉儿慌乱中拨通了陆廷琛的电话。对方仅仅一句我马上来，便在20分钟内破门而入。他抱着滚烫的儿子奔向医院，神情慌张地像极了5年前的林婉儿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不只是儿子需要这个男人，他的心也早已无法彻底抽离。可原谅从来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。你真的愿意为我和孩子放下一切？林婉儿问。陆廷琛坚定点头，只要你还在，我什么都愿意。这一次，他不再是霸道总裁，而是一个父亲，一个赎罪的男人，一个愿意为爱低头的丈夫。而林婉儿也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男人和这段可能尚未结束的爱情。在警方的协助下，林曼妮陷害林婉儿，买通公司员工，恶意重伤的证据一一浮出水面。最终她被判入狱，昔日的千金小姐如今沦为阶下囚。而陆家高层也对当年逼迫婉儿离开的行为表示忏悔。林婉儿虽然赢得了正义，却没有立刻接受陆廷琛的求婚。她说，我要的不只是道歉，而是未来真正的尊重和平等。1年后，林婉儿已经不是那个逃亡中的单亲母亲，她用坚韧和智慧逆风翻盘，创办了自己的儿童绘本工作室，专为那些有故事的孩子们创作温暖的童话。这个公司，他给他起名叫小暖绘本，以纪念那个陪他熬过最黑暗时光的孩子。而陆廷琛也放下总裁的高冷外壳，成为他最坚定的依靠。他投资他的事业，却从不干涉决策；他照顾孩子，却不再用权势压人；他悔过，却不以原谅为目标，而是以尊重为前提。他知道，想重新走进他的世界，必须从头学会如何爱一个女人，爱一个母亲。林婉儿第一次感受到，不是因为依附男人才有价值，而是因为自己努力才赢得尊重。这段新关系不再是不对等的施舍，而是灵魂和意志上的并肩而行。他们的婚礼没有奢华的排场，没有媒体炒作，只有最真实的3个人，他还有他们的孩子小暖。在花园的誓言仪式上，小暖拿着戒指送到父亲手里，说，爸爸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妈妈。全场人泪目。而林婉儿在白纱之中终于勇敢开口，这一次我不是因为你爱我才嫁给你，而是因为我爱自己才愿意再相信你。这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曾经被害的弱者，而是成长为一个可以书写人生结局的女主角。林婉儿的经历就像无数现实中正在经历挣扎与重生的女性缩影。也许你曾像她一样，被深爱的人误解，被嫉妒者陷害，被命运无情捉弄。也许你在深夜独自抚养孩子时，忍不住偷偷哭泣。也许你在最绝望的时候，质疑过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但亲爱的，请记住，真正的强大并不是从来不跌倒，而是每一次跌倒后还能站起来微笑。林婉儿的转变并非奇迹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她选择不屈服，不自怜，不依赖，她选择做自己命运的舵手。她没有报复性翻身，也没有靠男人救赎，她靠的是自己的成长、智慧与坚持。正是这些，让她在5年后拥有了事业、孩子、爱情的全面胜利。这个故事不只是爱情的逆袭，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我价值的重塑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艰难时刻，记住这句话，即使整个人生都与你作对，只要你还愿意相信明天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无数像林婉儿这样的女人已经在路上，而你正在成为她们之中最闪耀的一个。
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也曾被这段故事打动，请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在下方留言说出你最感动的一幕。你的每一个评论都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。如果你曾经也是那个受过伤、独自拼搏的女孩，记住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未来。我们下期见。